在2007年的小说《蜗居》里，女主角海棠第一次见到宋秘书时，第一印象是不高，背有点驼，头顶已经开始谢了。当时海棠心里想的是，这个人要是和我谈恋爱，那真是开玩笑了，我顶多拿他当个叔叔。那后来电视剧里的宋思明形象做过修改，原因大家也都懂，虽然据说还是被禁播了一阵子，这个我不太在乎，也没有查证过。总之电视剧里的宋思明是高大体面，一表人才，一出场就有运筹帷幄的霸道总裁形象。当然六六的原著形象显然更符合我们的社会经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个秘书，一个当了大半辈子秘书的人腰是直不起来的，你要是比老板个子高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你看菅义伟都当上首相了，而且客观的说是个好首相，支持率也随着执政提升了，但他的形象依然更接近小说里的宋思明，他也是实际上做行政大秘的经验丰富嘛。蜗居这本书讲的是房子怎么把一个人的腰一点一点压弯的，在重要角色的身上自然而然地沿用了这个核心逻辑。那么言归正传，今天我们聊聊曾经爆火的小说《蜗居》是如何诠释那个时代的住房压力的。这里是花散里，记得先点赞订阅哟。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要命的判断，房子的质量其实决定了一个人情感的质量。书里通过设计几对男女讲述了这个观点。先说姐姐海平和她的丈夫苏纯，两口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可到了大上海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乡下人，几百块钱租一间10平米的房子，平时熬白面条，说好的周六改善伙食，而所谓的改善就是一包方便面，撕开那个调料包，里头有一丁点肉腥味。其实他们两个加起来月入7、8千，本来日子能够轻松的，可他们的钱全得攒着买房，早几年20来万买一套，不过等他们攒够时，已经涨到了30、40万、40、50万，越追越远。他们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排上号，一家人挤在10几平米，海棠打地铺，生了孩子还得把丈母娘接过来一块儿住。然后是妹妹海棠和男朋友小贝，这一对更年轻也更可怜。小贝是个 IT 男，干的活谁都能替代，挣得不多也就不敢花，陪女朋友只能逛街看橱窗，就不买干看着。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要攒钱才能买20多块的名牌雪糕给海棠吃，自己则把那纸盒舔得干干净净。后来海棠投向了宋秘书，这里六六写得很高明，说男人真正的魅力本就不在表面，宋秘书陪他吃顿饭，随手点的菜配的酒，品味就摆在那儿。至于身上该穿什么，屋里该添什么家具，他一指点，海棠的见识和品味就跟着上去了。更别说办事的那份干练，寻常人磨破嘴皮也办不成的事，他打个电话就能摆平。海棠就是被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收编的。用他妈的话说，男孩子要穷养，女孩要富养。你小时候穷怕了，见不得这些好东西，一见就被人俘虏了。这些情节在小说中用了一种粉饰过后却又能看得出粉饰的手法。再说宋秘书，他有权，可他也不轻松。他是有钱，但是他的钱不敢露，一露富就有人要问这钱打哪儿来的，问着问着就该双规了，所以他得收着。连他那位干部子弟出身的太太，看见那种帝王式的大床和气派家具，心里再怎么痒也只能咽口水。他攒下的是一屋子只能看不能认的家当。后来他被太太抓住了把柄，宋秘书的解释是，那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在他们的圈子里，你要是不收钱不沾女人干干净净，反而没有人敢拿你当自己人，把慧和义揉在了一起。这个权力到底有多灵呢？海平的丈夫苏纯惹上了官司，本来正经应该蹲个10年8年的，宋秘书一个眼神一通电话，不光摆平了，还顺手把他从泥里捞出来提了科长。可苏纯头一回去享受那种上等人的夜生活，被人灌醉了往桑拿里一塞，吓得他光着身子连滚带爬的跑出来。他回家跟太太说，这官我当不了，这种日子我过不起，沾上一回怕是身败名裂，全家粉碎。这个角色设计也很有趣，他人特别清醒，他看见了那道门后面是什么，也有学历背景和能力支撑，但是他在蜗居。这本书当年大火，因为是真的贴着现实的底层挣扎写的，写为了1块钱破口大骂，写两口子为了省1块多的车钱去骑自行车，吃了一路的汽车尾气，写贫贱夫妻百事衰，因为没钱而爆发各种争吵。不过这本书在我眼里也有配不上其影响力的明显不足，那就是别说几乎没有人物浮光了，几乎可以说千人一面。几个主要角色的台词看起来都像是同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还有就是结局略显潦草，几乎填不上前面挖的深坑。不过这应该不能怪小说就是了。书里面还有一个小人物，是一个死活不肯搬走的拆迁户老太太，窗框给她拆了她不搬，断水断电也不搬，10几平米的破房子，她张口就要换100平米的豪宅。
后来开发商买通的人却烧了他的房子，于是老太太最后也不用搬走了。然后他的儿子和媳妇接受了赔一套房再加几万块钱。书里写他们这样的家庭这辈子吃的都是别人剩下的，几万块钱从来没有见过，这一下像是上了天堂，正好对应真正上了天堂的他们的老母亲。把蜗居这一屋子的人按照对于房子的活法划分，大概是这么几类：海平这种挤破头了想买，可是连首付的边都摸不着；海棠这种自己买不起，就近找了个买得起的；宋秘书这种买得起，但是怕别人知道自己买得起，怕被别人查出钱从哪来的；还有那位拆迁户老太太，房子最后是有了，代价是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4个人4条路，到头来都被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词挂在了门前。我是在日本工作，所以买房安家这种事也是站在日本生活的角度，不太了解现在国内怎么样。总之不再是学生的现在，再次读这本《蜗居》，我的感触又多了很多。其实在泡沫时代，日本人可能自豪于世界工厂的称号，但是购买日本人劳动力的那些客户对于这个称号并没有那么高看。1979年欧洲共同体有一份对日本经济的内部报告，里面说日本人是住在兔子窝里的工作狂，无不鄙夷地说日本这种社会文化是刚从封建社会里爬出来没有多久，经济体量和工业实力雄居世界第2的日本也被形容为跟兔子笼差不多的国家。结果这份内部报告一不小心被泄露出来了，当时日本人被刺得不轻，兔子窝也成了一个自嘲的流行词。对于高房价不满的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形态。不过这事后来有反转，因为其实在当时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在发达国家中并不小，然后发现这原本是一篇法语报告，但是泄露出来的是英语版本，在翻译成日语之后出现了2次翻译后意识偏离的问题。因为法语中的兔子窝本来就是指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公寓。不过即使如此，报告整体的意思也很明显，工作狂和封建社会这些也让当时的日本人很不爽。从那个时候开始要求降低房价和减少工作时间，没有多久 NHK 出了一档节目叫做《逃离兔子窝》，里面实拍的公寓抽签会动辄70-80个人去抢一套房子。当然这个时候抱怨房价的声音没有什么用，接下来的10年才是日本房价真正上天的时候。但这些放在这个视频的话有些偏题，其他的视频再聊吧。总之日本在50年前对于房子的活法就已经类似于我们20年前的小说《蜗居》了。现在已经是2026年，我个人的性格倾向于租房，不过不考虑投资属性的话，日本租房和买房最后算下来的花销差别不大，所以也不是抗拒买房，还是会看看房市的变化。我在2019年左右是买房欲望比较高的，大概2023年之后就一直认为现在租房比买房好了。现在统计的2025年东京23区新建公寓的平均价格是1亿3000多万日元。过去日本房市流行的买不起新房就买二手，二手能便宜一半的说法，这2年也不灵了。现在不老的二手房价格大概是新房的6-7成。当然这只是东京，日本全国来看的话，现在有大约900万套房子空置，是历史的最高值，平均每7-8套房就有1套没有人住，所以我认为这还好，现在市场上有这个基本认识。那么即使房市有泡沫，也会被限制在首都圈而已，不至于像以前一样临泡沫破裂之前再来一手地方开发，然后泡沫更大更难处理了。现在这些空房子绝大部分在地方上，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所谓的空家银行，把它们挂出来招领，有的干脆标价0元，房子白送，照样难得有人接。因为白送的房子并不是白住，你一旦接手了，每年的房产税、年久失修的修缮费，说不定哪天房子被认定成危房，勒令你自费拆除的那笔钱全得接盘的人来出。总之造了炒，炒了空，空了送，送了没人要，感觉也是人们对于房子的活法的一套 SOP 了。在日本3大随笔之首的《方丈记》中，作者鸭长明写道，人这辈子忙活的事桩桩件件都透着糊涂，偏要在随时可能被摧毁的京都盖房子，即使倾家荡产提心吊胆。后来鸭长明自己在山里搭了个房子叫方丈庵，因为长宽高各1丈，也就是大概9平米，比海平那个10平米的蜗居还要小一圈。这个小房子有讲究，他没有去占一块地或者买一块地，房子的接缝全部用挂钩勾住，住得不顺心了随时可以拆开，装上2辆牛车就能拉走，换个地方再搭起来，除了付个车钱没有别的开销。这是一个800年前就
就主动选了蜗居，而且能把蜗牛壳扛着走的真正的蜗居人，不像海平那10平米还要被按在那儿。方丈记真正让我服气的是他的结尾，鸭长明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看破红尘的高人，他在书的最后写道：佛陀教导我们凡事不要执着，然而我对这间草屋和质朴生活的热爱，也许也在违背佛陀的教诲。我一出家却这样执着，不知道是否会让我不能往生极乐。我反复思索问自己，你出家归隐山中，不正是为了清净内心修行佛道吗？然而如今你看似虔诚庄严，内心却被烦恼浸染。鸭长明呀，这究竟是因为你前世的业报，还是因为你的内心仍被迷惑？我的内心努力想要辩解，但却无言以对，只能低声念了几遍南无阿弥陀佛。教人放下房子的人，在最后一页也承认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放下，但是他又能豁达的承认这一点，到底是放下了还是没有放下呢？有点意思。话说回来，蜗居里面的房子轻松让人自己给自己归了类，是贫与富、生与死、贵与贱之间的分类。走到购房合同前面时，得算自己的超越房子本身的账。房子可能导致哪天被双规，可能导致身败名裂、全家粉碎，但是如果不要的话，就得老老实实的穷一辈子，连当个房奴的资格都得排队。房子本身成了社会身份的象征，这样的房子并不正常，哪怕是在小说里也不正常，但是这样的故事贯穿古今中外。海平的10平米蜗居和鸭长明的9平米蜗居，从上海到京都隔着1000多公里，800年光阴，只是一个能让自己直起腰来住进去的地方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热推还有分享呀！我们下期再见。